谁说我怕了？在李洪明解释魂修与炼魂师的同时，那黑色战马上的灰袍人右手抬起，向着长城一指，立刻那10多个巨大的魂帝就咆哮而出，直奔长城。与此同时，四周的凶兽也都跟随，并非所有的魂都凝聚在了一起，还存在了大量没有融合在一起的冤魂，簇拥着魂帝一同冲出。还有半空中的那些全身黑色、有闪电环绕的特殊之魂，以及手持法器之魂，尽数飞出。一时之间，大地震动，排山倒海。甚至那些土著也都一个个嘶吼中踏地而起，杀向长城。唯独这灰袍人以及他身边的那7、8个魂修一动不动，冷眼看着这一切。战争似有些升级，再次上演。轰鸣之声惊天动地，杀戮之音回荡四方。赵天骄看着战场，耳边回荡李洪明的话语。对于蛮荒，他虽了解，可显然不如李洪明这样亲身感受，且在战场多年的修士知晓的更多。白小纯舔了舔嘴唇，目光落在那几个魂修以及灰袍人身上。与赵天骄不同，白小纯对于蛮荒的接触在很早之前就有过，结合他所了解的事情，李洪明的话语在他的心中成为了另一个解释。蛮荒内无论是冤魂还是土著，都并非真正的主宰，真正的主宰是当年那些被逼逃入蛮荒修生养息的所谓逆贼。这些人当初应该数量不是很多，可多少年来的繁衍得到了很好的发展，且在这贫瘠的地方，他们只能吸收魂元来修行，所以才有了魂修之说。至于炼魂师，这应该是魂修中的佼佼者，又或者是如炼药、炼法宝一样。白小纯若有所思时，一旁的陈月山却皱起眉头。既然魂修强悍，而炼魂师又稀少，那么为何他们还会出现？就凭这几个人便敢于挑战长城？他们就不怕我星空道极宗强者出手，将他们直接灭杀不成？这个问题不仅仅是陈月山有疑问，赵天骄一样想问。白小纯听了后也看向李洪明。李洪明没有说话，而是右手抬起，他手中拿着一枚玉简，赐下了一道命令。很快的，这一段长城区域内有超过10个巨大的如长弓般的法器瞬间散发出惊人的波动，轰鸣中有10多道光柱呼啸而出，所过之处虚无扭曲，直接穿透了几个魂帝的身体，使得那些魂帝发出凄厉的惨叫。崩溃后，这些光柱势如破竹，摧枯拉朽般又毁灭了几个土著以及特殊的魂，最终凝聚在了那炼魂师的身边。巨响滔天，轰鸣回荡，这10多道光柱之强足以毁灭元婴修士，可如今却碰触那炼魂师时，这炼魂师以及其四周的魂修，他们的身影竟然模糊起来，如镜面一样咔咔碎裂，最终消散。可显然他们没有死亡，更清晰地表明他们出现在这里的竟不是真正的身体，而是一种术法的折射。这一幕让陈月山一愣，赵天骄目光收缩，白小纯睁大了眼，觉得不可思议。曾经的我在刚刚来到长城时也有这样的疑问，那个时候没有人告诉我答案，直至我慢慢的自己明悟出来。李洪明淡淡开口，没有丝毫意外，似早就知道会是这个样子。你了解蛮荒吗？李洪明看向陈月山。蛮荒的范围之大，比我们通天河的范围还要磅礴。你可知道，那里的冤魂无边无际，累计无数万年之久。那里的土著一个个从出生开始就天生神力，成年后有的可以高达1000丈，如真正巨人。蛮荒内凶兽之多，骇人听闻。而你可又知道，蛮荒要面对的不是我们星空道极一宗，而是整个通天河流域的所有宗门。而天人并不仅仅我们这里有，半神也并非只有我们具备。白小纯听着李洪明的话语，又看着之前炼魂师等人所在的地方，还有此刻长城外轰鸣滔天的厮杀，他觉得外面太可怕了，正心底唉声叹气，觉得自己怎么到了这么一个地方而感慨时，赵天骄仰天大笑起来。蛮荒如若，则外出历练又有何意义？蛮荒内藏龙卧虎，对赵某而言才可做历练之用。况且蛮荒虽强，有天人，有半神，可我们有天尊，天尊在，蛮荒就永远是蛮荒，永远要被长城阻挡在外，休想沾染通天海。随着赵天骄开口，他的身上战意盎然，前所未有的强烈起来，一身气势崛起时，李洪明也大笑。不错，我们有天尊，蛮荒只能，也必然注定要被阻挡在外，多少年来一向如此。李洪明笑声回荡，看向赵天骄时，目中露出强烈的认同。二人对望，纷纷大笑时，赵天骄侧头看了眼白小纯，看出了白小纯的紧张。小纯看见如此多的魂，听到了蛮荒居然这么强悍，你怕了不成？修行本是逆天之事，我辈修士就应该叱咤沙场，方可成就自身无上大道。白小纯一听这话，看到李洪明与赵天骄似此刻都有了一些英雄气概的样子，他觉得自己不能怂了，于是一瞪眼，
挺起胸膛，狠狠一拍，发出咣咣的声音。我怕了。谁说我怕了？这些小混，我白小纯要灭他们，轻而易举。白小纯说着，看了眼长城外那些呼啸而来，如排山倒海般的魂潮，以及其中的那些咆哮的魂帝。为了让自己的话语更有说服力，为了让其他人知道他白小纯绝不是怕了，于是一拍储物袋，直接取出了一枚凝魂丹，拿在手中，很是不屑地向着长城外直接扔了出去。给我收！在扔出丹药后，白小纯站在那里，右手抬起掐诀，向着丹药一指，那颗丹药飞出长城，落在了下方的魂巢之中。可还没等落地，随着白小纯的一指，顿时这丹药轰的一声，自行的崩溃爆开。在丹药爆开的刹那，立刻就散出一股惊人的吸力，这吸力之大，刹那间就扩散四周，仿佛化作了一个黑洞，直接覆盖了方圆数百丈的范围。这数百丈范围内，那些冤魂正在嘶吼着要冲向长城，可他们的嘶吼眨眼间就扭曲。这一段长城上，此刻所有的包皮军的修士一个个都睁大了眼，看到了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一幕。只见那数百丈范围内的所有冤魂，竟全部都身体不受控制般，直奔丹药爆开的地方呼啸而去。一缕缕冤魂，似乎还没等他们自身反应过来，就刹那凝聚到了一起。眨眼间，这数百丈内居然空了。远远一看，在这密密麻麻的魂巢中，这突然出现的数百丈空旷极为显眼，使得此地所有人全部注意到。他们一个个瞪大了眼，更是看到那些冤魂被吸走后，凝聚成了一个头颅大小的魂球，掉在了地上时，还可以看到足有上万的冤魂被挤压在那魂球内，正在发出凄厉的嘶吼，试图挣扎，但却于事无补，根本就无法逃出嘶吼。这一幕不但让这段长城上的修士愣住，就连战场上的那些土著也都一个个大吃一惊，倒吸口气，甚至四周其他的冤魂也都纷纷本能的停顿下来。即便是那几个庞大的魂帝也都呆滞了一下。李鸿明脑海嗡的一声，白小纯之前取丹的举动在他看来就是死要面子，但此刻却令他目瞪口呆，整个人都有些懵了。赵天骄也是眼睛睁得老大，呆呆的看着那数百丈空旷的区域，看着那上万冤魂的挣扎，他不禁吸了口气，扭头看了眼白小纯，神色有些意外。陈月山还有另外那几个追随者也都内心狂震，尤其是陈月山等人不由得想起了白小纯当日在青色彩虹上的一幕。天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方才他扔出的是什么法宝？前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居然能对冤魂起到如此惊人的作用。他是谁？这段长城上的包皮军修士在短暂的死寂后，顿时哗然起来，纷纷看向白小纯，目中露出探究之芒，更多的是不可思议。眼看自己随手扔出的丹药不但具备效果，而且还引起了四周人的轰动，白小纯顿时精神一振，财大气粗的索性拿出一大把聚魂丹，天女散花一般，大吼一声，直接扔出，同时掐诀。顿时战场上轰鸣之声不断传出，很快的，大量的冤魂凄厉的尖叫中，一片片区域空旷了，就连一个魂帝也被丹药轰在身上，直接被吸干了。这一幕让所有人立时静默，随即哗然再起，震撼惊天。眼看效果如此之好，白小纯顿时抖了起来，干咳一声，美滋滋的抬起下巴，小袖一甩：“谁说我怕了？我白小纯弹指间就可让这些魂灰飞烟灭。我怕他们？你真想加入包皮军吗？我白小纯会怕？”白小纯心里得意，努力摆出一副铁血肃杀的模样，似乎谁若敢再说他一句怕，他就立刻会去拼命。配合他方才扔出聚魂丹后形成的那让人惊心触目的效果，一时之间四周再次寂静。此地城墙上的包皮军修士一个个看向白小纯时都瞠目结舌，继而目露狂热，就连赵天骄也都禁不住呼吸一凝。他方才只是随口一说，没想到白小纯这里竟反应这么大，挥手间不知灭去多少冤魂。甚至不仅仅是这里，就连包皮军范围内那竖立的巨大棺椁中，也有一道没有几个人察觉的目光，遥遥地看向长城，四落在了白小纯身上，半晌之后才缓缓收回。我白小纯什么没经历过？当初灵犀宗与血溪宗的宗门大战，被我一人阻止，让两宗融合，征战整个下游修真界。白小纯抬头看着远方，身上的铁血肃杀之意格外明显。而后，我更是参与战争之中，与百万修士大军内横行，容丹溪、吞玄溪，就连逆河宗这个名字都是白某人亲口定下。白小纯袖子再甩，有风吹来，掀起他的头发，使得这一刻的他气势凌云。逆河宗与空河院之战，白某一往无前，击杀强敌无数，更操控血祖之身，强压空河院底蕴之宝空容邪术。李道友，你方才是否吃惊？白某踏入长城后，对于战争的场面似乎没有太多的恍惚，你现在可知晓了原因？白某修行至今经历的战事
太多了。白小纯的脸上似也都散发出坚韧的光芒，尤其是他的目中，在这一刻居然浮现出一抹沧桑，声音也都低沉了很多。他越是如此，那种铁血不畏生死的感觉就越是强烈，看得四周众人心神在震，尤其是李鸿明更是呼吸粗重了一些。他们不了解白小纯，甚至这只是第一次见面，之所以被白小纯的模样、气势以及言辞左右，不是因为他们愚笨，实在是聚魂丹的扔出轰动了战场，太具有震撼效果，让他们骇然无比，思维滞塞。甚至长城外此刻的战场上，那些土著一个个都心惊肉跳，觉得匪夷所思的同时，甚至不敢继续前行。而那些冤魂也都纷纷退后。小纯，是师兄错怪你了。赵天骄有些自责，他望着白小纯，回忆与白小纯相处的一幕幕后，向着白小纯抱拳一拜致歉。无妨，师兄你不是第一个认为我白小纯怕死之人。实际上，我的确害怕，的确怕死，因为我害怕自己的死亡没有意义，因为我害怕自己的人生没有未来。白小纯袖子垂下，语气低落下来，心中却是美滋滋的，觉得自己这一次算是出尽了风头，以后谁还敢说自己害怕去战场？小纯，赵天骄身体一震，赵师兄，你的心意我懂，不用多说了。眼下战争还没有结束，李道友，此等机会还不下令开战，莫要让白某创造的机会就此消散。白小纯昂首，淡淡开口时，李鸿明深深地看了白小纯一眼，没有多说，右手抬起，向着长城外一指。顿时，这一段长城上的大量法器全部轰鸣起来，一道道光柱呼啸而去，更有不少修士飞起，神通术法，五光十色。一时之间，战场轰鸣滔天，那些冤魂试图挣扎，可在白小纯不时地扔出聚魂丹下，溃散的无法成群，最终只能不断退后。那一个个聚魂丹在扔出后，砰砰之声回荡，一个又一个100丈空旷区域瞬间形成，看似无尽的魂巢，在这聚魂丹的清理下，不断的被吸收凝聚，凄厉的惨叫、挣扎的嘶吼更是回荡四方。随着魂巢的锐减，那些凶兽以及土著没有了遮掩，纷纷露出时，根本就抵抗不住来自长城上那些法器的轰鸣，死亡如同收割，疯狂蔓延。对于土著而言，冤魂是他们的根本，驱赶冤魂轰击长城是整个蛮荒的战略方式，可眼下竟失去了效果。他们心神颤抖，一个个都觉得这一次的战争要比以往诡异太多，略微坚持了一会，眼看死亡无法阻止，只能急速后退。原本应该至少会延续到午夜的战争，此刻还没到黄昏就提前结束了。随着战争的结束，在包皮军的修士心里都有种匪夷所思之感。他们与这些土著冤魂征战多年，还从来没看到对方撤退的如此之快。此战多谢白道友。看着那些蛮荒的土著狼狈的撤退，李鸿明向着白小纯抱了抱拳，真诚的开口：长城作为防护之用，其内的修士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外出继续击杀。此刻不但是李鸿明如此，这一段城墙上的所有包皮军修士都向着白小纯抱拳。不用谢我，一切都是为了通天河海流域内我们的同胞，一切都是为了宗门。若真说感谢，也应该是我白小纯感谢你们。若没有你们常年守护在这里，又哪里有我们平静的生活以及安逸的修行？诸位道友，谢谢你们！白小纯肃然开口，更是抱拳深深一拜。这番话语说的铿锵有力，更是情真意切，使得此地众人对于白小纯这里更为顺眼，有了认同。李鸿明更是哈哈一笑：赵兄、白兄，来来来，今天一定要让李某安排，我们把酒言欢。李鸿明笑着说道，拉着白小纯与赵天骄等人下了长城。一路上态度与之前完全不一样了，热情的介绍长城，更是谈论蛮荒，也不是直接把众人送到客栈，而是带到了一处庭院内。这里是李鸿明的居所，有侍女准备2桌酒宴。很快的，众人就笑谈甚欢。赵兄外出长城，危机四伏，我知道你来历不俗，也一定有一些自保的手段。我这里有枚玉简，是我这些年外出长城执行任务时描绘的地图，你或许可以用得上。李鸿明拿起酒杯，一口喝下后，递给赵天骄一枚玉简。多谢。赵天骄凝重的点头。白老弟，我知你定有宏大的心愿，可无论如何，日后有需要李某的地方，你开口就是。李鸿明看着白小纯，目中露出认同，他是真心对于白小纯看重，想要结交。白小纯二话不说，拿起酒杯，直接一口喝下。三人对望眼，再次笑了起来。陈月山在一旁安静的看着三人，脸上带着笑容，为三人倒酒。时间流逝，很快深夜，三人都是结丹修士，又都有结交之心，相谈自然愉悦，更是相互说出了自身在修行上的一些问题，互补之下，都觉得受益匪浅。直至天色渐明，赵天骄放下酒杯，目中露出精芒，一身酒气在体内修为的运转下，飞速的消散，这才起身。小纯、李兄，
赵某要告辞了，希望等我归来时，我们3人还可以把酒言欢。说着，赵天骄抱拳，在白小纯与李鸿铭的目送下，赵天骄与陈月山跟另一桌的几个追随者彼此道别后离开庭院，有包皮军的修士带路，顺着暗路离开长城，去往蛮荒。他们的几个追随者也各自散去。赵师兄，一路平安。白小纯凝望赵天骄的背影，对于赵天骄，他很佩服，佩服对方的修为，佩服对方的心性，甚至内心在这一刻还差点升起一股冲动，要随着对方一起去蛮荒。这冲动让白小纯吓了一跳，赶紧压了下来。赵师兄有他的道，而我也有自己的路。白小纯收回目光，深吸口气，拿起酒杯喝下里面的最后一口酒。我的路就是回东海城，在其附近找个地方住个星号年再说，这种破地方我可不想多待。白小纯认真的思索后，深以为然的站起身，与李鸿铭告辞。白兄，你既要离去，李某也不久留了，军令在身，日后若有机会相见，你我再聚。李鸿铭没有多说，亲自送白小纯出门，在这主城内向着通往长城内的侧门而去。一路上出洋抬头，阳光洒落大地。白小纯不时看向长城外的蛮荒天空，在心底向赵天骄与陈月山2人送出最后一份祝福后，决然的迈步渐渐来到了侧门。走出这里，就离开了长城，踏入归途。李兄，有缘再见。白小纯转身，带着感慨看向李鸿铭。小纯，李鸿铭迟疑了一下。其实我觉得这里更适合你，你不考虑一下加入包皮军吗？你若加入，李某必定全力为你申请。李鸿铭认真的说道。啊！白小纯听到这句话，之前内心的所有感慨瞬间就消散了，甚至心肝都颤了一下。他可不想留在这里，一想到此地的危险，白小纯就要赶紧摇头，可琢磨着自己不能让人看不起，于是长叹一声。我也想啊，可惜加入包皮军又岂能是那么容易的，我不能让李兄为我劳累，总有一天我会凭着自己的努力加入铁血堂。那个，我先走了呀。白小纯肃然开口，生怕李鸿铭再多说什么，赶紧后退，转身就要迈入侧门。可还没等他脚步踏入，有一个威严的声音似从虚无传来，扩散八方。你真想加入包皮军吗？征你10年。这声音充满了威严，似带着某种言出法随之力，仿佛一言九鼎，让人听了后会不由自主地撼动心神。随着声音的出现，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的中年男子，前一刻似还在远处，可下一瞬似乎只是迈出一步，就直接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，阻挡了他要离去的路。啊！白小纯睁大眼，呆呆地看着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这个身影。对方出现的太快，似乎声音还在耳边回荡时，此人就极为突兀的如生生挤入到了自己的视线里。披肩的黑发，俊美的容颜，虽是中年，可那一身奇异的魅力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更为沉淀，尤其是目中的深邃，仿佛蕴含了星空，使得白小纯只看一眼就内心震动起来。此人看似衣着随意，可他站在那里，仿佛与天地隐隐融合，虽不如真正的天人可以时刻都处于天人合一的状态，但显然也能挥动天地之力为己用，展现出威力无穷的战力。这不是天人境界，而是元婴大圆满后又感悟了一定程度的天地法则，达到的一个阶段，准天人。白小纯呼吸为之一凝，愣愣地待在那里。这一切说来话长，可实际上只是一句话的时间。李鸿铭在看到这中年男子后，面色一变，神色瞬间肃然无比，甚至目中闪现着他自己没察觉的狂热，猛地抱拳，恭恭敬敬地深深拜下。拜见君主。在听到这4个字的刹那，白小纯心里咯噔一下，内心顿时悲呼一声，猜到了此人的身份。毕竟能被李鸿铭叫做君主，且出现在这里的，显然只能是包皮军的将军。于是赶紧也抱拳一拜，拜见君主。我问你，你真的想加入包皮军吗？黑衣男子平静地看着白小纯，再次问了一句。白小纯叫苦不迭，此刻内心纠结，心底对于自己之前的话语后悔的不得了。眼下被对方这么盯着，他赶紧开口：那个，我不……白小纯还没等说完，突然的，那黑衣男子眼中猛地露出逼人的精芒，炯炯地盯着白小纯。一股滔天的煞气从他身上轰然爆发，如同化身怒浪，而白小纯成为了这怒浪中的孤舟，似要被覆灭。想清楚再回答。黑衣男子平静开口，话语却如天雷，一字字轰入白小纯心神内。在这无法形容的压力下，白小纯身体一颤，这一下是真的要哭了，眼圈都有些微微泛红。他可以感觉到，若自己说不加入，那么等待自己的很可能将是生死一击。那个，我是质子啊，我的身份敏感。白小纯紧张地咽下一口唾沫，急忙开口：质子。黑衣男子一怔，右手一翻，手中出现了一枚玉简，仔细地看了看后，
他沉思起来。白小纯心脏加速跳动，暗自忐忑，琢磨着自己是万万不能留在这里，此地太危险了，若自己留下了，小命早晚会没。可很快的，白小纯就绝望了。那黑衣男子沉吟少顷后，收起了玉简，淡淡开口：“无妨，既然你自己希望留在这里，那么质子的身份，白某为你解决，就这么定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包皮军的一员。”白小纯闻言顿时傻眼了，他眼看对方要走，连忙高呼：“我是天骄，星空道几榜排在前10，我有自由，天骄更好。”黑衣男子头也不回，声音传出：“斩钉截铁，我不想加入这里啊，我反悔了还不行吗？”白小纯自怨自艾，不甘心的再次高呼：“反悔也没用，你被征用了，任期10年。”黑衣人脚步一顿，淡淡开口时，右手抬起一挥，立刻他的手中出现了一枚紫色的令牌。这令牌上赫然刻着包皮的图腾，看起来杀气腾腾，很是恐怖。我身为长城5大军团之一的军主，有权利征用任何人加入军团。你的丹药不错，对长城有帮助。白某直接告诉你好了，白小纯，今天你留也得留，不留也得留。黑衣男子不容分说，袖子一甩，看向李鸿明。李鸿明，属下在。李鸿明猛地抬头，大声开口：“带他领取军甲，送他去攻甲阁。”黑衣男子交代完，也不管白小纯什么心情，转身走向远处。白小纯欲哭无泪，尤其是此刻，随着黑衣男子话语传出，这四周居然快速的出现了数十个杀气腾腾的修士。这些修士一个个都经历诸多战役，每一个墓中的深处都有浓郁的红芒，看得白小纯心惊肉跳，不由得一个机灵。显然，若是白小纯敢拒绝，那么下一瞬，这些人就会立刻出手，不死不休。白小纯内心悲愤，更有深深的后悔，知道自己这一次出风头过头了，若能有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一定不去出风头。白小纯愁眉苦脸，看着远处就要消失的黑衣男子，他狠狠一咬牙，似豁出去了。君主！白小纯大吼一声，这吼声如天雷轰鸣，让四周之人都目光瞬间凌厉。李鸿明更是焦急，生怕白小纯这里冒犯了白灵。他了解白灵，那可是杀人不眨眼之辈，无论是对土著还是对修士都是如此。整个包皮军军法极其严格，于是赶紧向白小纯使眼色。远处的白灵脚步第二次停顿下来。你有何事？白灵缓缓转过身，目光如冰寒，看向白小纯时，白小纯立刻心神震动，有种如置身隆冬之感。不但他有这种感觉，李鸿明与四周的那些修士也都感同身受，忍不住心惊肉跳。你让我加入包皮军可以，但要和我说说待遇啊！白小纯灰心丧气，觉得对方那目光太可怕了，于是语气一软。听到白小纯语气软了下来，李鸿明松了口气。他了解白灵，深刻的知道对方喜怒无常，若真是白小纯把他招惹了，不管白小纯什么来头，白灵想要灭杀整个长城，只有天人可以阻止。征用10年，每年待遇是你在星空道集宗的5倍。至于其他奖励，你拿战功去换。白灵冷冷开口，正要转身。君主！白小纯再次大喊一声。这一次，李鸿明都内心哀叹了，他觉得白小纯胆子实在太大了，这要是换了他自身，绝对不敢如此一而再的开口。不但是他有这个感觉，四周其他的修士也都如此，看向白小纯时，都隐隐觉得白小纯的胆子不小。这一次，白灵深吸口气，身上的煞气层叠爆发，整个人头发飞舞，四周有气浪轰鸣扩散，天地色变，风云卷动中，他缓缓回身，如同魔神一般盯着白小纯，一言不发。他越是这样，那隆冬的感觉就越强烈，甚至包皮军所在的这片区域似乎在这一刻都寂静了。白小纯内心震颤，他也不想喊，可觉得这个时候自己要是不提出一些条件，以后就没法开口了，于是硬着头皮赶紧开口。我还有2个护道者，他们是我的好兄弟，负责保护我的安全。他们孤零零的在外面很可怜，能不能把他们也叫来？白小纯眼巴巴的说道。这番话若是能被宋缺以及神算子听到，他2人必定喷出一口老血，咒骂不断。这种加入军团的事情，成为长城守卫，时刻面临生死，他们但凡有些理智，都绝不会同意，也万万想不到自己等人都已远走高飞了，可白小纯这里居然还这么牵肠挂肚，遇到这种事竟还能想着带着他们一起。可同样的话，因他们对白小纯不了解，此刻落入李鸿明以及白灵耳中，意义就不一样了。在他们感觉，这是白小纯担心自己留在了长城，无暇照顾他人，他的那些护道者般的好兄弟因失去了他，在外会有麻烦，这是白小纯重情的表现。再联想白小纯这里顶着如此大的压力，甚至不惜在白灵的煞气下也要说出这句话，就更凸显出了白小纯的重情重义。想到这里，白灵的神色缓和下来。他们不可以，
不过白某可以给你一个承诺，你若立下大功，自己就可以去征用你的兄弟，成为包皮军的一员。说完，白灵一晃，不给白小纯继续开口的机会，刹那消失。你也欺负我？白小纯耷拉着脸，看着白灵远去后，又看向李鸿明。李鸿明似笑非笑，扫了眼白小纯，干笑一声：“小纯，恭喜你被君主看中，亲自征来加入我包皮军。要知道，能被君主亲自征用，这可是莫大的荣耀。多少年来，君主也只征用过3个人而已，你是第4个。”白小纯心底悲戚，他不想成为第4个，可如今没有办法了，只能认命，苦笑地跟着李鸿明离开了侧门。白小纯一步一回头，看着那近在眼前可又远在天边的侧门，他觉得自己失去了自由，失去了人生，失去了梦想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白小纯内心连连叹息，自怨自艾地随着李鸿明去领取了一套紫色的战甲。虽说穿在身上后，他整个人看起来英武了不少，可白小纯依旧是开心不起来。一路上，李鸿明更热情了，不断地介绍包皮军的历史，说得极为详细。白小纯无精打采地听着，直至来到了白灵要求白小纯所去的公甲阁。这是一处足有上百个单独的阁楼被圈在一起的区域，此地守护森严。李鸿明身为千夫长，进入这里也要被层层审查之后才被放行。公甲阁是我包皮军的重地之一，只有炼药、炼符以及炼宝方面的大师才可以居住在这里。小纯，你很被君主看重啊！李鸿明感叹道。走入这公甲阁后，白小纯也察觉到了这里与其他地方不一样，更为幽静不说，甚至灵力居然都隐隐蕴含。这一幕让白小纯很是惊奇。不过途中遇到了一些在这公甲阁内的修士，大都神情倨傲。李鸿明上前拜见时，这些人如没有看见一样，毫不理会。这就让白小纯生气了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白小纯看到李鸿明被冷落，说了一句：“小纯，这些人都是大师，战争一切所需都需要他们来供应，无妨的。”李鸿明哈哈一笑，安慰几句，直至将白小纯送到了公甲阁内的第7处阁楼后，李鸿明笑着开口：“小纯，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，以后大家都是自己人，你有什么事就来找我。”李鸿明又叮嘱了几句，这才转身离去。白小纯样样不乐地目送李鸿明远去，这才转身踏入这为他准备的居所。此地范围不小，占地足有数千丈，除了一栋3层阁楼外，四周则是庞大的院子。这院子青石铺路，很是整齐，散出微弱的灵气，使得修士在这里，即便是天地灵气稀薄的近乎感受不到，可有这灵石滋润，会好过不少。查看一番，即便白小纯不想在长城驻扎，可还是觉得这居所非常不错。甚至不远处还有一片被开辟出的湖泊，湖水清澈，这在长城内外是很难见到的。与白小纯这一路上所看到的黑水比较，这清澈的湖水让他不由得心神都安静了不少。罢了，只能留下了。白小纯叹了口气，来到湖泊旁坐下，琢磨着自己未来的路。看着湖水内有3条金色的鲤鱼正在游走，这些鲤鱼须子很长，一看就活了不少岁月，且身体时而半透明，显然绝非凡品，而是可以入药之物。在这里养龙鱼，此鱼差不多有甲子岁月了，外面极为罕见，是炼制鱼龙丹的主药。白小纯多看了几眼，想着一路走来看到的那些阁楼都有牌号，数字越小，则院子更大，显然环境与配备也更齐全。如他所在的这7号阁楼，应该是整个公甲阁内的顶尖庭院了。这龙鱼自然也是属于这庭院所有，如今可以说是属于白小纯了。不过按照记载，龙鱼群居才对，怎么只有3条？白小纯有些诧异，也没多想，继续思索时，忽然他神色一动，猛地抬头，立刻就看到在他隔壁的庭院内竟有一道身影呼啸而来，不知用了什么方法，竟没有触发禁制，直接飞跃到了白小纯的院子内。那是一个神色高傲、模样削瘦的老者，修为结丹后期的样子。刚一踏入，他就看到了白小纯，愣了一下，没有说话，直接走到湖边，当着白小纯的面，竟右手抬起，向着湖水内一抓，一把就抓起了一条龙鱼，转身就走。白小纯愣了，他从来没见过如此目中无人之辈，明明看到自己在这里，居然装作没看到，当着自己面抓走宝鱼。他本就因被强行留下而郁闷，此刻起身怒道：“你干什么？炼药！”老者没有停顿，继续前行。被君主欺负也就罢了，你也来欺负我！白小纯心底的愤懑彻底爆发，目中露出冷厉之芒，右手抬起隔空一抓，眉心第3目瞬间打开，紫光轰的一声扩散开来。那老者面色一变，想要后退，却来不及了，勉强阻挡一下。轰鸣中，老者手中的龙鱼直接被白小纯隔空一把抓了回来，扔回了湖水内。白小纯袖子一甩，他此刻也明白了，这里的龙鱼之前必定不少，不过都是被人这么取走了，很有可能都是这老者所为。那老者面色难看，退后几步，盯着白小纯，
忽然冷笑起来：“老夫在弟子8号庭院居住多年，还从来没看到如此狂妄之人。这弟子7号庭院的龙鱼，老夫想取就取。至于你，区区小娃，我看你能在这里猖狂多久？”聒噪！白小纯本就心烦，听到这句话后，身体向前一步走出，寒气猛然爆发，顿时这四周瞬间笼罩冰寒之中，湖水更是咔咔声下直接冰封。他的身影如瞬移一样，直接就出现在了老者的面前。老者面色一变，想要后退，可白小纯近乎瞬移，刹那出现后，右手握拳，直接一拳轰出。这一拳甚至夹杂了白小纯一缕人山绝之意，仿佛山峰压顶。轰鸣间，那老者喷出鲜血，身体猛地后退，惨哼中直接倒退出了数百丈外。滚！此地龙鱼，从此之后姓白了。白小纯冷声开口。那老者目中露出怨毒，头也不回，转身就走。打发了这目中无人更无理取闹的老者，白小纯的心情才舒缓了一些。坐在湖边，时间慢慢流逝，很快就到了黄昏。看着夕阳散发出昏暗的光芒，白小纯皱着眉头，正要起身时，忽然转头看向远处天空。几乎在他看去的瞬间，天空上有几道长虹如奔雷一样呼啸而来，直奔白小纯所在之地。刹那降临，露出了3道身影，当手之人正是穿着一身黑袍的白灵。他面无表情走向白小纯，在他的身后还跟着2个老者，这2人身上煞气弥漫，竟都是元婴修为。随着白灵走来时，目光落在白小纯身上，不断打量，似很惊奇的样子。拜见君主。白小纯眼看3人到来，立刻起身，眼巴巴地看着走来的白灵。可还习惯这里的环境？白灵看了看白小纯，淡然问道：“那个还好吧，就是太安静了。”白小纯眨了眨眼，小心地说道：“林涛，安排一些侍女过来，负责白小纯日后的起居。”白灵闻言，回头看了眼身后左侧的老者，那老者点头，立刻取出玉简传令下去。白小纯一怔，琢磨着自己一句话居然这么好用，正想着再说些什么时，白灵看着眼前清澈的湖泊，缓缓开口：“长城存在的岁月比星空道集宗还要久远，你能想象得到，在这座城池内，在若干年前，有多少修士于此处征战，于此处抵抗蛮荒吗？太多太多了。铁血堂5大军团，也只是这几万年才驻扎在此地而已。一代代人来了，陨落了，离去了，可长城还在。如今的长城内5大军团虽有竞争，可彼此还算和睦，分别负责不同区域，守护长城，阻止蛮荒踏入。”白灵目光从湖水上抬起，看向远方的天地，悠悠说道：“炼药能出什么事？”白小纯有些跟不上对方话语的节奏，也不知这白灵此番到来为何又说出这些话语，于是在旁不言不语，只是听着。5大军团，每个军团有1个军主，10个万夫长，每个万夫长下又有10个千夫长，以此类推，分别是百夫长以及10夫长。白某就是包皮军这一代的军主。白灵看向白小纯，目光略有凌厉。白某不善言辞，说话直接，一旦开口不容改变，性格古怪。有人说我喜怒无常，有人说我杀人嗜血，还有的说我未来必定可成为天人，还有人说我天资绝伦，聪颖无双。至于一些兵法之争、算计之深，诸如此类的话语很多，可这些话我都不喜欢，也不愿意听。我真正的喜欢听的只有一句话，也很希望别人去传，去说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白灵淡淡开口。白小纯听着白灵的话语，觉得对方的确很怪，不提别的，单单这说话似乎也没有什么条理。想到哪说到啊，前言与后语也不太像答，于是只能眨着眼沉默。可白灵却皱起眉头，望着白小纯：“我问你话呢，你知道我喜欢听的是什么吗？”白灵盯着白小纯看，大有一副一定要让他开口的样子。那个我不知道啊。白小纯眨巴着眼睛说道，越发觉得这白灵的确不太正常。白灵目光一下子就冷了下来。白某不喜欢别人敷衍我。白小纯心中几乎要骂人了，可对方无论修为还是地位都太高，白小纯无奈，只能露出冥思苦想的样子。半晌后，他故意的猛地抬头，似目光一亮，拍了下大腿：“我知道了，前辈是想让后人记住，在这长城内，曾经有一个叫做白灵的修士，征战天地，守护长城。”白小纯觉得自己这马屁说的天衣无缝，心中正得意自己反应快时，白灵面色更沉了。“你错了。”白灵深吸口气，袖子一甩，目中露出金芒。“我喜欢听的是所有人都说我白灵有个好爷爷，因为我爷爷是星空道集宗内仅次于半神老祖的天人大长老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在星空道集宗内没有人敢惹我，而我却几乎可以招惹任何人。这说明我在这长城内可以横行，这更说明我包皮军背后靠山惊天，同时也说明我成为包皮军军主的一天，
我们要什么有什么，没有的我去找宗门要。总之，我要说的就是，你跟着我，在这包皮郡内，除天人境的陈前辈外，我最大。白灵跋扈开口，说完又看向白小纯：“你懂了吗？”“懂了。”白小纯呆呆的看着白灵，深吸口气，他总算是明白了对方在干什么。这分明是在向自己卖弄他的背景。从某种程度来说，这与自己喜欢出风头的嗜好没什么区别。至于对方说的陈前辈，白小纯知道，正是陈月山的父亲，那位三眼老者。白灵满意的点了点头。他身后那两个老者面无表情，显然早就习惯了白灵的性格与言辞。那么，你现在懂了我喜欢听的话，也懂了在这里，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那么你还需要知道我想要什么？我白灵要的就是军功。白灵眼睛内露出狂热之芒，盯着白小纯，一字一字的开口：“我要的是军功，杀更多的土著，收更多的冤魂，打赢更多的战役。所以，我征用你加入包皮郡，你在这里好好的炼药，炼制你之前在长城上用出的丹药。只要你能做到这一点，在这长城内，你有什么事我都给你解决。就算是在宗门内，有什么事我也能给你办了。比如让星空道集宗为你们逆河宗多开放一些前来修行的名额，再比如你的质子身份，甚至你看好了什么功法，我都可以办。我办不了的，我让我爷爷给你办，前提是你给了我要的军功。所以，白小纯，你要炼那种丹药，而且要大量的丹药，越多越好，威力最好再大一些。”白灵肃然开口：“纨绔不可怕，有本事的纨绔才可怕，而有本事后又有志气的纨绔，那就更可怕了。”白小纯看着白灵，心底感触颇深，觉得大家都姓白，为何对方靠山那么硬，可自己却没什么靠山，于是心中有些酸酸的。此刻听到对方的要求，此事在白小纯的意料之内，可以想到自己炼药时的种种事情，白小纯觉得自己有必要提前打个招呼，否则的话，一旦出了什么问题，以白小纯这2次与白灵的接触，他觉得对方很有可能会直接暴怒。毕竟这里不是逆河宗，在逆河宗内，白小纯可以横行，且这里也不是星空道集宗，在那里怎么说也有杜灵飞。白小纯琢磨自己应该无碍，可眼下是在前线，在长城上，他看到了太多的杀戮，感受到了所有人的煞气。白小纯相信，若自己一旦闯祸，怕是小命难保，除非自己能机灵的逃出长城。一想到这里，白小纯立刻深吸口气，神色严肃的看着白灵：“君主想要炼制出大量的聚魂丹，此事不是不可以，不过此丹是我独自创造，炼制的过程并非稳定，且也很难传授给其他人来代炼。而且你需要的是威力更大的聚魂丹，这就需要我长时间的研究与炼制，不是不能做到。可我从小到大，这些年来，每次炼丹都会出大事。”白小纯赶紧说道：“对这种事，他可不愿去隐瞒，如实开口。无妨，炼药能出什么事？”白灵一挥手，不以为然：“我说真的，君主，我当初在灵溪宗时，因为炼药，结果让天空下了酸雨，无数人衣服都没了，还让大量的小动物变得诡异，你都想象不出多可怕。而且还出现过天雷，将我的洞府都轰碎了，甚至灵溪宗后山的万蛇谷都因为我的丹药暴动。”白小纯小心的开口时，白灵与他身后的那2个老者听到这里，也都内心一跳。不就是一些小问题吗？无妨。白灵迟疑了一下，再次一挥手。我还没说完，白小纯有些不好意思，继续说道：“那个，我后来去了血溪宗，在那里炼药，结果丹炉爆炸了，还有我炼药时散出的烟雾，让一座山的人都腹泻不止，几乎虚脱，更不用说置换丹了，使人产生幻觉，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。对了，我还差点把一座圣山夷平。”白小纯说到这里，白灵身后的2个老者，他们哪怕是元婴修为，更是万夫长的身份，可也都听得心惊肉跳。尤其是白小纯描述的很详细，让他们不由得骇然起来，纷纷觉得这白小纯怎么听都似乎就是一个祸害的样子。最重要的，他们看出了白小纯没有说谎，也看出了这是在提前告诉自己等人他炼丹的后果。白灵也听得眼皮直跳，这一次他迟疑的时间很长，可最终还是大手一挥：“无妨，你负责炼药就可以了，其他的交给本君。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，至于炼药的问题，我来负责。”白小纯听到这里，内心松了口气，琢磨着反正自己已经实话实说了，这样的话，以后再出了什么事就和自己没关系了。这些年当着我面这么说的人，最后似乎都后悔了。白小纯心底嘀咕了一句，回想自己这一生迄今，他也很是感慨，斜眼扫了扫白灵。白小纯想起对方说的要什么有什么，于是也不客气，直接开口：“我要100个上好的丹炉，每一个丹炉都需要至少成功炼丹30次以上，且具备药香，品阶要高，最好是一模一样的，不然的话我每个都要去熟悉，浪费时间就是浪费军功。”白小纯特意加了最后一句：“有个老头得罪我了，没问题。”
白灵一听100个丹炉，还有那么多的要求，也迟疑了一下。毕竟这样的丹炉，任何一个价值都极大。可当他听到白小纯最后一句话时，他立刻点头。还要1万块上品火晶，这些火晶不能有任何一块少了火力，一定要饱满，且1万块只能用1个月时间，之后每个月都需要有。这个简单，白灵笑道。对他来说，灵石上的需求没有任何压力。还要5色火、6色火、7色火、8色火的燃料。白小纯一看白灵这个样子，内心更酸，于是再次开口：“这个我尽力。”白灵犹豫了一下，咬牙开口：“还有1000份云魂液，1000份地灵根，1000份虚空花。”白小纯一口气说出了数十种药草，每一种在星空道集宗内，想要换取都需要花费不菲的贡献点，甚至还有一些是需要具备星空道级榜排名才可购买的，更有几种已是近乎要绝迹的药草。不过白灵财大气粗，听了后只是略一思索，就立刻同意了。对了，炼药耗费修为，耗费精力，这里环境艰苦，想要我不间断的炼药，我还需要可以快速恢复修为的极品灵液。白小纯绞尽脑汁，实在想不出什么了，于是换着办法再宰一刀。他说的有理有据，白灵闻言哈哈一笑：“给你。”不过白灵目中露出寒芒，随着话语一顿，整个人煞气凝聚，变得可怕起来。你要的我都可以给你，但我要的，你若是没有弱势，炼药上，我白小纯说能成就一定能成。白小纯袖子一甩，首次打断白灵的话语，傲然开口。在这一点上，他容不得别人质疑。白灵一愣，不但没有生气，反而脸上升起笑容。他尊重有本事的人，白小纯越是在炼药上给人一种孤傲之感，他就越是觉得白小纯这里定有本事。且他也不怕出现意外，毕竟在这长城内还没有人敢欺骗他白灵。若白小纯这里最后什么也都没练出来，他会让白小纯知道欺骗自己的后果。好，你要的这些物品最多3天我就给你送来，你还有什么所需都可以提出，白某只在乎最后的结果。白灵哈哈一笑，看向白小纯。白小纯想了想后，看了看隔壁的8号庭院，眯了眯眼，说了一句：“我这院子怕是摆不下100个丹炉。嗨嗨，隔壁的8号庭院有个老头得罪我了。”白小纯性格谨慎，那隔壁的老头之前对他视若无睹，上门抢夺不说，临走时目中的怨毒，白小纯早就看在眼里，只不过他初来乍到，之前心里没底，这才没有太过节外生枝。可眼下看到了白灵对于聚魂丹的重视后，白小纯觉得自己可以提出一些条件了，于是这才慢吞吞的开口。说完望着白灵，要看他如何处理。白灵一怔，随后大有深意的看了白小纯一眼。白小纯，你可知道，你要求的越多，你就越不能失败。从今天开始，弟子8号庭院也归你了。至于陈大师，你们2人10年之内不会相见。另外，白灵袖子一甩，可话语还没等说完，忽然的，从长城的方向传来一声惊天巨响。随着巨响的回荡，似乎整个主城都震动了几下，所有人都面色大变。白灵更是双眼猛地收缩，白小纯也是吓了一跳，立刻看向长城的方向，竟看到在长城外的昏暗苍穹上，不知为何云层翻滚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。这漩涡极为庞大，看不到边际所在，只能看到有无穷无尽的冤魂，似正拖出了牢笼一般，从漩涡内向着外面铺天盖地的冲出，直奔长城，如卷天怒浪轰击而来。数量之多，让人一眼看去就忍不住头皮发麻，触目惊心。尤其是那些冤魂，戾气极重，凶残无比，甚至几个外出杀敌的5大军团修士闪躲不及，被冤魂扑上，散开时，那些修士已成干尸，神魂灭绝。怎会如此？有人以星号力撬动冥河。白灵面色猛然一变，来不及多说，化作奔雷，直奔长城。白小纯也倒吸口气，看着外面的那一幕幕，他再次感受到了强烈的生死危机，也明白，或许这才是真正的长城。时时刻刻都处于战火之中。好半晌，白小纯才长出一口气。他忽然意识到，自己的聚魂丹或许真的可以在这场战争中起到不小的作用。尤其是这具魂丹，他本就已经练过，如今只是加大威力而已。虽有一定难度，需重新调配药方，可白小纯沉浸药道多年，连逆核丹都可以练出区加大威力的聚魂丹，他有10成的信心，可还是有些忐忑。他忐忑的不是炼药，而是炼药的过程中出现的那些古怪的事情。不过眼下对方都已打了包票，白小纯便放下心来。又想到以自己的药道，说不定也能在这长城上混得风生水起。想到这里，白小纯顿时就振奋起来。他隐隐觉得，似乎在这里也还不错的样子。我白小纯就是一颗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被人瞩目的星辰。哎，我也不想这样的。
白小纯嘀咕一声，哼着小曲，大摇大摆地回到了阁楼内。第二天时，就有大量的修士涌入隔壁8号阁楼内。白小纯甚至还听到了陈大师的怒吼，但很快这声音就消失。也就是1个多时辰，8号庭院被空了出来，甚至与白小纯这里间隔的墙壁也都迅速被人拆掉。最终，白小纯所在的7号庭院与那8号庭院被彻底的连接在了一起，甚至就连阵法也都彼此融合后，白小纯的居所直接扩大了近乎1倍。地面青石连接，整个庭院浑然一体，甚至灵气的浓郁程度都比之前提高了不少。虽还是稀薄，可这样的灵气对于长城所在的地方而言，已是近乎奢侈了，也唯有万夫长级别的大人物才可拥有。当白小纯走出阁楼，看着四周这庞大的庭院后，他心满意足，觉得这是他这辈子居住过的最大的洞府了。不错不错，白小纯越看越是喜欢，唯独觉得这么大的地方只有自己居住，有些空旷。直至晌午时，当包皮军的一个万夫长安排手下送来了10多个照顾他起居的侍女后，白小纯觉得此地已经完美了。与此同时，因白小纯的到来，尤其是他来的第2天，8号庭院的陈大师就被包皮军请走，安排在了其他地方。这件事情对于宫甲阁的其他大师来说都很震惊。能居住在这里的修士，每一个都有自身的赫赫声名，虽然彼此之间并非挚友，但对于白小纯这初来乍到之人如此嚣张的行为都很是不悦。看此子能嚣张几天？哼，包皮军的白灵君主一向只看结果，若这白小纯能给出让他十分满意的结果还好，若是给不出，即便是差强人意，也必定会被迁怒。白灵给予的越多，失望后的杀意就越大。此子愚笨得很，早晚横死。这些来自宫甲阁内中大师的暗中议论以及冷眼，白小纯不知道，可这2天时而外出溜达时，也能多少感受出一路上所遇到的修士对自己的冷漠态度。哼，看来我的庭院还是有些小了。白小纯咕哝道。又过去了1天，当第3天的黄昏到来时，白小纯在外溜达了一圈，回到了自己的庭院后，立刻就眼睛放光。他看到在自己的庭院里，如今竟摆放着整整齐齐的100个1丈大的丹炉，还有丹炉旁前几天跟随在白灵身后的一个老者。白小纯记得，这老者正是包皮军的10个万夫长之一。这老者身后还跟着4个青年，都冷冷地看着白小纯，一言不发。这些丹炉都是青黑色，甚至连样子都是一模一样，上面雕刻着代表祥瑞的麒麟，使得每一个丹炉都散发出阵阵浩荡之意。尤其是药香，哪怕此刻没有炼药，可依旧还是从这些丹炉上扩散出来，笼罩8方，香气浓郁，久久不散。竟真的弄来了100个一样的丹炉，这些丹炉居然都是3品。白小纯吸了口气，激动起来。他看到丹炉后，整个人都与往常不一样了，飞速靠近，一一检查后，越看越是心动，双目露出强烈的光芒，要炸了。随后他看到了在旁边摆放着数十个储物袋，白小纯立刻上前查看。很快的，他激动的呼吸都跟着急促起来。这些储物袋内1万火金，各种他所要求的物品，竟一个不差，全部都齐全了，且还有他要求的恢复修为的灵酿也都充足。这白灵没有吹嘘，3天的时间，他竟真的做到了。白小纯深吸口气，目中露出兴奋与坚定。眼下对方做到了承诺，那么他白小纯没有道理不去努力。想到这里，白小纯抬头看向站在那里的包皮军万夫长，烦劳转告君主，白小纯必全力以赴。白小纯沉声开口，那老者闻言点了点头。这4人是老夫军中的栋梁之才，白大师肩负重任，未免受不必要的影响，老夫安排他们4人留下作为守护。老者说完，看了白小纯一眼，这才转身离去。至于他身后的那4个青年，则被留了下来。这4人态度冰冷，走到不远处盘膝坐下。对于他们而言，留在这里与其说是守护，不如说是看守。毕竟这些物品的价值之大，就算是白灵也都耗费了不少的心思，这才弄来。白小纯目光在这4人身上一扫，就直接忽略了。他此刻心神振奋，看着那些丹炉，看着那些药草，他甚至都觉得手在发痒。好久没这么炼药了。白小纯舔了舔嘴唇，双目渐渐冒光。这种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炼药，让白小纯觉得人生一片美好。想到这里，他忍不住大笑起来。那4个青年听到白小纯的笑声，看了过去，眉头微微皱起，可却没有打扰。加大聚魂丹的威力，这不是简单的加大药量的问题，还需要重新搭配一下，使得药方微调。白小纯深吸口气，立刻盘膝坐下，将那些储物袋一一打开，取出一些药草后，目中露出推演之芒，开始研究。在他的脑海里，有新的药方正在其原有的基础上慢慢修正。时间流逝，很快过去了3天。这3天，白小纯不眠不休，全身心的沉浸在药方的改良上，目中的血丝慢慢浮现，
甚至时而起身绕着院子走来走去，口中传出自言自语的声音。这么做不行，用淬炼法，这里灵气不多，难以成功。封死丹炉，使浊气下沉熔丹，可如此一来，气流不转，炸炉的风险很大。白小纯皱着眉头，不断的嘀咕，如同魔怔一般，看得那4个守护在这里的修士一个个面面相觑，觉得这白小纯似乎不太正常。与此同时，在这宫甲阁内居住的其他大师也都听说了白小纯这里正在炼药，一个个内心冷笑时，有一些索性走出，来到了白小纯的庭院外，在那里打量，要亲自看看白小纯到底有多少本事。对于这些到来的大师，负责守护这里的那4个青年没有关注，只要他们不踏入庭院内，4人就不会去阻止。装神弄鬼，老夫倒要看看这白小纯有什么本事。哼，这一次若他练不出来，怕是立刻就会有生死危机。那些站在庭院外的大师也都看到了庭院中100个丹炉，纷纷震动的同时，心底各有羡慕与嫉妒。直至又过去了2天，那些大师一个个都不耐起来，有一些已离去，留在那里的不到7、8个人。期间白灵也来过一次，他面色有些阴沉，显然此刻外面的战争对他而言压力不小。看到白小纯那个样子后，他迟疑了一下，没有打扰，而是皱着眉头离去。终于在这第6天的晌午，白小纯猛地抬头，他目中血丝弥漫，面容略有憔悴，可双眸内的神采却是明亮异常。以云魂液为主，辅以微量的地灵根，配合虚空花的特性，再配合封印丹炉，如此一来，就可让聚魂丹的威力至少提高数倍以上。不管了，总要尝试一下看看方向对不对。既然这样，就先从10个丹炉开始练吧。白小纯忘记了时间的流逝，也忘记了身处何地，更是忘记了四周还有其他人。此刻在脑海里的思路清晰后，他立刻就上前，右手抬起猛地一挥，顿时就有10尊丹炉从远处如被无形大手抓起，轰轰间落在了他的面前。随着白小纯袖子一甩，立刻这10尊丹炉的盖全部飞起，更有火晶石落在丹炉下，被白小纯激发起火力，眨眼间这10个丹炉就立刻发红，有高温扩散开来，使得不远处那4个青年也都全部抬头凝神看去。白小纯目不转睛地望着丹炉，待丹炉赤红了大半时，他没有任何迟疑，立刻取出药草，按照他脑海里改良后的药方，全神贯注，一一放入丹炉内。因是首次尝试，白小纯草药放得谨慎，他也不愿最终失败，故而此番炼药，无论是思绪还是行动，都是收着，没有完全放开。这也是他先选择开10炉的原因所在。随着那些草药一一放入丹炉后，白小纯调整了下呼吸，目中露出强烈的光芒，将丹炉的盖子都盖上，双手掐诀，大吼一声：“风！”随着他的吼声，一道道印记从他双手内飞出，这些印记虚幻半透明，嗡嗡中全部落在了一个丹炉上。每一道印记落下，丹炉都会颤抖一下，变得更为密实，不露丝毫缝隙。不多时，当这样的印记被白小纯一口气烙印了上百个时，那丹炉的震动已经被封印的死死的，非常彻底，里面的热气不会露出丝毫，至于烟雾更是难以飘出半点。做完这些，白小纯额头已沁出汗水，他没有低头，右手一拍储物袋，拿出一瓶灵酿直接吞下，随后再次开始封印，如法炮制般将余下的9个丹炉也都全部封印后，白小纯长舒口气，退后几步，面色微微苍白，于不远处盘膝坐下，开始吐纳。他的这番行为，守护在这里的那4个青年，他们似懂非懂，可落在那些庭院外的大师眼中，则立刻不一样了。这是封丹法？不对啊，封丹法怎么会用在丹炉上？这是怎么想的？如此一来，炸炉的可能性将会极高。这白小纯到底会不会炼药？糟蹋了那些珍奇的药草啊！用不了4个时辰，必定会出现炸炉。哼，到时候看此人如何应付。这些大师先是皱眉，而后纷纷开口，看向白小纯时，他们目中渐渐露出鄙夷。时间流逝，当第4个时辰到来时，那些大师一个个目不转睛地看着丹炉，果然如他们所判断的一样，此刻这10个丹炉越发的通红不说，甚至还时而传出砰砰轰轰之声，更有高温向着四周不断扩散。尤其是其中有5个丹炉更为严重，隐隐的仿佛都出现了裂缝，随着裂缝蔓延，一股仿佛要爆开的气息在丹炉内越发的剧烈起来。白小纯猛地睁开眼，看了眼那5个出现裂缝的丹炉，面色一变，赶紧退后，更是高呼一声：“要炸炉了，你们做好准备！”他说着，在退后的同时，双手掐诀，向着另外5个没有出现裂缝的丹炉一指，将他们保护起来后，急速退去。他话语回荡，可守护在那里的4个青年却是冷然一笑，更是毫不在乎。他们一个个都经历百战，修为更是不俗，都是结丹境界，琢磨着自己等人什么没有经历过，不就是炼药的炸炉吗？能有多大的威力？
且看那庭院外的其他大师，似乎也都不屑的样子，没有多少去真正在意，言谈中也多有轻蔑讥讽。区区炸炉而已，这白大师竟面色如此变化，有些失了分寸。炼药炸炉威力的大小取决于丹炉以及丹药本身，三品丹炉爆开，虽威力尚可，但还不足以让人失色。就算是他封印了丹炉，使得丹药之力膨胀，也最多是导致这丹炉的炸开的威力大了几分而已。这4个守护在此地的青年闻言后更是不放在心上了，不过毕竟距离不算远，于是彼此笑谈中象征性的拿出了一些防护的法器，心中大都不以为然。这是什么法宝？甚至还有一个青年托大的根本就没有取出防护法器，觉得以自己的修为足以阻挡。可就在这4人以及庭院外的那些大师轻视的瞬间，那5个充满了裂缝的丹炉，突然的，其中有2尊，竟在这一刹那，裂缝瞬间扩散，一股惊天动地的气浪，仿佛是在丹炉内被压抑了太久，使得丹炉中无法容纳，直接就从内部轰鸣而出。随着气浪的扩散，一股让所有人头皮一炸的恐怖气势，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鸣，震天爆起，那2个丹炉直接就4分5裂，支离破碎，随即崩溃。甚至在这崩溃中，那些丹炉的碎片在飞出时，因冲击太快，气浪太大，竟瞬间如成为燃烧的流星，向着四周冲击而去。与此同时，这气浪的扩散扭曲了虚无，不说天地色变，风云倒卷也相差无几。巨大的声响足以让四周所有人震耳欲聋。庭院内的阵法只是略一碰触，就立刻碎裂开来，虽不是完全崩溃，可却被轰出了大量的残破口。那4个守护在这里的青年，他们的双眼在这一瞬猛地收缩，4人直接张开口，脑海嗡的一声，可就连声音都来不及发出，更不用说思绪了。眨眼间，这4人就被2个丹炉爆炸后扩散的气浪轰在了身上。那3个开启了防护的还好一些，只是喷出鲜血，身体被直接轰得冲出了数百丈外，全身骨头咔咔声下，似乎碎裂了一些，七窍慢慢有血流出，脑海嗡鸣，甚至魂火都摇晃起来，仿佛灵魂在这一瞬都要被吸走。而那个之前托大没有取出防护法宝的青年，他最为凄惨，整个人伴随着一声扭曲的惨叫，身体竟在那气浪之下直接就被崩飞。远远一看，不知被崩到了什么地方，没有结束。这4人尚且如此，更不用说那些没有防护的大师了。他们虽是在庭院外，可依旧无法逃过此劫。在那轰鸣中，在那气浪的4下疯狂爆发下，这些大师一个个发出惨叫，身体不受控制的在这狂烈的气浪下全部倒卷而去，一个个鲜血喷出，神魂不稳，全身多有破损，凄惨非常。与此同时，这大地都震动了几下，四周的建筑也都肉眼可见的坍塌了不少。如此威力已经超出了众人的想象。这不可能！天啊，这是炸炉吗？这真的是炸炉吗？怎么会这样？这白小纯他到底在炼制什么丹炉？老夫炼丹一辈子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炸炉。这根本就不是炸炉，这分明是在杀人啊！惨叫不断传出时，整个宫甲阁都轰动了，大量的修士飞出，一个个骇然的看着白小纯所在的庭院。白小纯也是吓了一大跳，他之前后退的就快，再加上皮糙肉厚，且心里有所准备，瞬间寒气扩散，形成防护，这才避开此劫。可他也没想到，自己研究出的药方在炼制时的炸炉行为，居然威力大到如此程度，这几乎堪比元婴修士的一击了。尤其是里面蕴含了聚魂丹的药力，这才是最要命的，可以将人的魂魄都吸扯过来。此刻他紧张地看向四周，立刻看到不少被波及之人，目中恍惚，仿佛失神。而这还仅仅是2个丹炉炸开，可以想象，若是再有丹炉炸开，怕是这些人就算没被崩死，他们的灵魂也会承受不住，被直接吸出体外。白小纯傻眼时，眼看另外3个丹炉，此刻居然裂缝也疯狂地蔓延，恐怖的气息从内部正不断地积聚，似乎立刻就要崩溃。这一幕让白小纯倒吸口气，急速后退。就在他后退的瞬间，一声怒吼从远处猛地传来。白小纯！这怒吼如同天雷，轰动天地，直接让所有人都双耳近乎失聪，只能看到远处的天地间一道黑色的身影正瞬移而来。来人，正是包皮郡的君主白灵。不怨我呀，我之前都提醒大家了。白小纯委屈，他也郁闷，炸炉的事他提前都说了，甚至方才也都提醒了，可没人信他。白灵怒吼临近，他原本是在长城的城墙上亲自压阵，此刻在长城外，随着数日前冥河被人撬动，数不清的冤魂弥漫天地，使得长城上5大军团压力极大，甚至还有炼魂师的虚影时而出没，所以他才不得不亲自督战坐镇。可炼魂师没有等到，却等到了宫甲阁内那惊天动地的轰鸣，还有那一大圈扩散四方的气浪。这一幕，就算是白灵也都吓了一跳，急速赶来后，
一眼就看到了四周的狼藉，还有那众人的鲜血喷出，以及那3个即将要崩溃的丹炉。怒火燃烧中，白灵来不及多想，大吼一声，瞬间临近那3个丹炉，右手抬起狠狠一抓，顿时就将那3个眼看就要崩溃的丹炉直接卷起，瞬一下直接出现在了长城上，向着下方直接扔了过去。此刻的长城外，冤魂数量漫天，凝聚在一起，仿佛化身大量的厉魂巨人，发出阵阵尖锐的嘶吼，正不顾生死的冲击城墙。每一次撞击都让长城光幕摇晃，5大军团修士正奋起厮杀，甚至大量法器全部展开，一道道光柱呼啸而去。可魂太多了，一时之间根本就无法阻挡冲势。还有不少土著凭着强悍的身躯夹杂在魂巢内，出手狠辣，一旦危机就毫不迟疑的选择自爆，使得5大军团的修士死伤不少。就在这时，3个丹炉自天而降，这3个赤红色足有1丈多大的丹炉，远远看去如同小太阳，势如破竹，分成3个方向骤然落下。在落下时，丹炉上裂缝更多，其内狂暴的气浪正不断的冲击，想要爆发出来。这种丹炉的进攻手段让那些土著纷纷错愣，他们从来没见过此物。其中一个身体约莫数丈高的土著冷哼一声，竟身体直接飞起，冲向一个丹炉，握拳后大吼一声，直接一拳轰去。可就在他的拳头碰触到了丹炉的瞬间，这丹炉内外加工再也无法承受，轰然爆开，巨响惊天动地，无数的碎片化作燃烧的流星，直接就在这战场上向着8方直接扩散。所过之处，大地颤抖，无数冤魂发出凄厉的惨叫声，还有那些凶兽也都难以避开，被直接蔓延，全身燃烧。而那打爆了丹炉的土著，他更是凄惨，几乎在这丹炉爆开的刹那，他整个身体就直接被气浪淹没，随着气浪冲击，他的身体如被抹去了大半，惨呼中后退坠落。可这些还不是这丹炉的最大威力展现，它的威力主要是其内的聚魂丹的药力上。随着丹炉崩溃，每一个丹炉所在方圆1000丈内，所有冤魂竟全部身体颤抖，被吸力拉扯，又因气浪冲击，在这一拉一扯之下，竟被直接撕裂了魂体。这一切发生的太快，还没等那些冤魂与土著反应过来，另外2个丹炉也都陆续的崩溃爆开，一时之间，整个战场惨叫刺耳，哀嚎之声传遍4方，土著伤亡不少，而那些冤魂与凶兽更是凄惨无比，火海随处可见，一个个大坑在地面上触目惊心，血肉模糊时，那些土著一个个目中露出骇然，就算是没有太多意识的冤魂也都恐惧起来，这是什么法宝？怎么会这样？只来没遇到过。那些土著一个个骇然心惊，看向长城时都露出惊恐。实际上，骇然的不仅仅是他们，还有长城上此刻所有的修士，不仅仅是包皮军，甚至其他4大军团的人也都看到了这一幕，一个个都目瞪口呆。那是什么东西？看起来似乎像丹炉。怎么可能？丹炉炸开，岂能具备如此威力？似乎是包皮军的军主亲自扔出，莫非是某种新创造出来的法宝天雷？在这所有人的震撼中，就连白灵自己也都忘记了之前的愤怒，有些呆住了。他看着长城外地面上的那些深坑，看着那些被撕裂的冤魂以及目露恐惧的土著，白灵的呼吸明显有些急促了。他的目中在这一瞬露出了前所未有的精芒，还闪过一丝狂喜。白小纯，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？炸炉还是其次，主要是这丹炉内蕴含的药力，在爆开的那一瞬，如被激发出来，使得威力更大了不少。白灵双眼越来越亮，到了最后大笑起来，猛地转身直奔宫甲阁。此刻的宫甲阁内，白小纯心神不定，满心委屈地看着余下的5个丹炉，在他的四周，此刻有不少因之前的巨响从而到来的修士，这些人一个个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狼藉的四周。这庭院虽没有完全成为废墟，可也坍塌了不少，尤其是守护在这里的4个青年修士，除了被崩飞的那位外，余下的3人此刻面色苍白，看向白小纯时露出强烈的忌惮。而那些大师一个个也都吞下了丹药，面色难看，死死地盯着白小纯。白小纯有些紧张，看着四周，迟疑了一下后解释了一句：“真的不怨我啊，我之前还提醒你们，你们要是听我的，赶紧退后，或者多取出几样防护法宝，不就没事了？况且，那个又不是我让你们来的，是你们自己来的呀。我以前炼丹时，身边都没人敢出现，曾经在血溪宗的中峰上，我一炼丹，整个山峰的人都跑了，你们偏偏要靠近。”白小纯郁闷地说道。他不说还好，这么一开口，四周立刻传来粗重的呼吸声，那些之前受伤之人纷纷怒视。毁宫甲阁更是残伤同宗。白小纯，这一次看你如何向君主交代。别人炼丹炸炉，最多丹碎炉毁，你这里分明是刻意而为，意图不轨。四周众人咬牙开口，尤其是那些大师，对白小纯更是怀恨在心。他们也觉得憋屈，毕竟只是过来看看而已。
却没想到差点就被那丹炉炸死。尤其是想到方才丹炉爆开时那种仿佛魂魄都要被吸出的感觉，就更让他们心有余悸。白小纯头痛起来，尤其是想起方才白灵的怒吼，他心底更是不忿起来，琢磨着自己也提前和白灵说了，可对方显然没有完全放在心上。想到这里，白小纯愁眉不展，唉声叹气，脑海里不断转着念头，想着一会要如何解释时，忽然的远处天空上一道长虹奔雷一般轰鸣而来，长虹内正是包皮军军主白灵。他速度之快，划破长空，瞬间就出现在了宫甲阁的半空中，一步落下时，直接就站在了白小纯的面前。白小纯，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？白灵神色肃穆，目中露出奇异之芒，一眼看向白小纯。白小纯眼看白灵到来，他并不知道长城外的事情，此刻内心咯噔一声，更有悲愤，索性豁出去了，大声开口：“君主，我和你说过，我炼药时会出现一些情况，你之前也说了，我负责炼药，其他的事情你负责，与我没关系。”白小纯还没等说完，白灵猛地上前，一把拉住白小纯的手，速度之快，白小纯与他之间修为差距太大，无法闪躲，就直接被白灵抓住。他心底一震，体内寒气正要爆发反抗时，突然觉得白灵的神色似乎不大对劲。此刻的白灵，他目中的神采强烈到了极致，呼吸都急促了一些，望着白小纯，如看瑰宝一样，拉住白小纯的手臂后，他双目冒光：“怎么能和你没关系？这和你的关系太大了！哈，白老弟，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，你继续练吧，放心大胆的练吧，不就是炸炉吗？算得了什么？你想怎么练就怎么练，炸炉之事越多越好，而且威力若能再大一些，再恐怖一些，那就最好不过了。你放心吧，一切有我。”白灵哈哈一笑，他话语传出，不但是白小纯愣了，四周的所有人全部怔住了。他们本以为白灵这一次到来必定是雷霆大怒，可却没想到竟如此逆转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那些受伤的大师此刻都匪夷所思，现实与想象之谬让他们觉得一切都不太真实。在这众人呆滞时，白灵想到方才长城外的一幕，他无比激动。在他看来，这一个个炸炉就是对付冤魂、对付土著的最好的利器，那是一份份无与伦比的战功。要知道这些年来，星空道极宗想过太多的办法去应付蛮荒，如这灭魂之事也曾有过，可却都坚持不了太久，就会被蛮荒找到破解的方法，从而失去了应有的吸力。眼下他也不求白小纯的方法能长时间有效，哪怕短时间可以震慑魂海也是好的，毕竟这一次冥河被撬动，事情很大，就连天人也都震怒，不说时刻关注，也相差无几。白老弟，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，炼制的速度能不能再快一些？白灵深吸口气，凝望白小纯，认真的说道。白小纯有些傻眼，他还是首次听到这白灵居然称呼自己为老弟，那亲切的样子让白小纯倒吸口气。当他反应过来，对方居然不责怪自己，甚至还鼓励自己多多炸丹炉后，白小纯诧异了，居然还有人会有这种要求。这么看来，这白灵方才拿走了丹炉，应该是看到了奇效。白小纯好奇问了原因，白灵没有隐瞒，顿时就将丹炉在长城外的一幕说了出来。白小纯听了后，目中立刻露出振奋的神采。那是？难道你以为我真是为了炸丹炉啊？我那分明是研究成果，现在这么看来，效果还是可以的。白小纯眼看没事了，立刻精神抖擞，抬头傲然开口：“我白小纯炼药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，你可知道，就算是炸炉，也在我的预料之内。那丹炉内的丹药只成9分，需要借助最后的炸炉气浪才可催发完整，而在完整的瞬间，又展现出完美的药力，配合炸炉之力，将其彻底激发出去。”白小纯袖子一甩，下巴微扬，淡淡开口。四周众人一个个面面相觑，若非之前看到白小纯紧张的解释，他们或许真的就信了。白灵干咳一声，没有去打断白小纯的吹嘘，而是含笑仿佛认同。这一幕让四周众人再次心神震动，他们从来没看到过白灵如此对待一个人，那客气的程度可以看出白小纯在白灵心目中的分量极高。至于炸炉之事，白兄放心，最多3天，我就可以再弄出一批，小事。白小纯一挥手，得意的开口时，白灵哈哈一下，与白小纯约定了时间后，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去。临走时，他狠狠地瞪了一眼四周的那些修士，这些人都心神一颤，赶紧低头，匆匆散开。那些大师纷纷心中郁闷，可却没有办法，只能隐忍下来。至于那3个青年，也都事后被万夫长狠狠训斥，而后又通过朋友之间再次听说了长城外的事情后，对于白小纯这里已是敬畏不已。还有那被崩飞之人也被找了回来，一瘸一拐的，他心中对白小纯的惧怕比任何人都强烈。
直至此事终于过去，那没有碎裂的5个丹炉也在深夜时被白小纯开启。可惜丹炉虽完整，可其内的丹药却成为了废丹。白小纯琢磨许久，休息一夜后，第二天一早，他就走出阁楼，站在了丹炉旁后，深吸口气，仰天大吼一声：“都别过来了呀！别说我没提醒你们，我白小纯要开始炼药了呀！”白小纯声音传出，如天雷滚滚，传遍整个宫甲阁。很快的，他四周居住的几位大师匆匆走出居所，带着悲愤赶紧远离。而白小纯院子内的那4个青年身体忍不住颤抖了一下，若有可能，他们也不想留在这里，可却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站在那里，内心紧张，修为运转，时刻警惕。眼看自己一吼之下竟有这种效果，白小纯心满意足的袖子一甩，操控丹炉而来。这一次他思考之后，决定开20炉，13个。我的方向应该是没错的，只不过相互调配存在了一些问题，不管了，慢慢尝试吧。反正就算是炸炉，君主也满意。白小纯感叹，他觉得在这里长城上也还是挺好的，最起码这种随意炼药不用担心会被责罚，甚至就算炸炉也都得到赞赏的事情，对白小纯来说很是少见。看着眼前的丹炉，白小纯稳住心神，神色慢慢严肃。他这一次打算每一个丹炉内的草药调配都不一样，如此一来就可以用最快的时间去将真正的药方试验出来。想到这里，他立刻开工，肉身之力凝聚，身体速度极快，不断的取出药草放入丹炉内，时而又控制的火，使得这20个丹炉的地火有大有小，同时里面的药草也各有区别。尤其是他想起白灵要求的，希望威力更大一些，于是有那么几炉，他特意加了不少虚空花，可终究还是没有彻底放开，略作收敛。因为他觉得，毕竟自己居住在这里，且靠近丹炉，一旦自己没控制好火候，提前炸炉，那岂不是要被自己崩到？有了这样的担心，这才略作收敛，游走在这20个丹炉四周，不断的操控，时而停顿下来，重新加入药草，使得这20个丹炉在赤红的同时，也有药香扩散开来。他这里沉浸在炼药之中，很是专注。可不远处那4个守护在这里的青年却是心惊肉跳，紧张的不得了。尤其是数个时辰过去后，当他们看到白小纯将那20个丹炉的盖子全部盖住，随后展开封印时，他们脑海嗡的一声，不好，白大师又要封印丹炉了！天啊，之前丹炉炸开就是因为被封印，使得其内气流无法散出，越发积累在一起，丹炉无法承受而崩，怎么办啊？4人呼吸急促，相互看了看后，立刻咬牙取出大量的防护法宝，守护在身体四周，更是赶紧退后一些，紧张的看着那20个丹炉。这一次一定会有丹炉炸开，就是不知道会炸几个。那些没有炸开的当中，只要能有1炉成功就足够了。白小纯目不转睛，调整地火，使得这20个丹炉都在轰轰炼制。而他的脑海里也早就将这20个丹炉内不同的搭配完全记住，要用这种排除的方式找出最终的药方。时间流逝，很快过去了8个时辰，这20个丹炉更为赤红，一股股恐怖的波动从上面散出，高温甚至让地面都焦黄起来。那4个守护在这里的青年看到这一幕，心底颤抖，更为发毛。之前积累4个时辰，威力就很大了，如今已经积累了8个时辰了。就在这4人紧张时，突然的，那20个丹炉里瞬间就有4个丹炉直接传出了咔咔声，有裂缝蓦然出现，要炸了！白小纯也睁大了眼，看到这一幕后，他猛地大吼一声，身体急速后退，双手掐诀，在面前打出一道道符文，化作防护的同时，他也取出了不少法宝，形成光幕。几乎在他声音传出的同时，那4个守护在这里的青年修士面色完全大变，他们迟疑了一下，可就在他们迟疑时，竟又有7个丹炉竟陆续出现了裂缝，一股要爆开的征兆骤然而出，甚至地面似乎都凹陷下去，就连目光都扭曲起来。